观之道为使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我们的一生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罹患癌症的风险，而有些人天生就比别人患癌的几率更大，这是因为他们可能从父母那里遗传了癌症基因。2020年10月，美国医学会肿瘤学杂志发表了世界排名第1的梅奥医学中心的一篇研究论文，揭示了癌症的遗传真相。梅奥医学中心研究团队对2984名确诊的癌症患者进行了基因检测，检测结果表明，超过1%的癌症患者具有与癌症相关的可遗传基因突变。换句话说，这1%的癌症患者是父母把癌症遗传给他的，而这些被遗传给下一代的癌症涵盖了多种癌症类型。当然，这项研究虽然只覆盖了一部分人群，但也揭示出癌症的遗传真相。我们现实生活中也经常会看到一家人先后患上同一种癌症，或者兄弟姐妹几人患上类似的癌症。不得不说，癌症在遗传这方面的力量还是不可小觑的。如果在你的家族中也有这种情况，那么今天的节目请你一定要看完。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感谢大家。首先，癌症有明显的家政聚焦现象，一个大家族人陆续被胃癌夺去生命，这种看似夸张的事却真实存在。外媒就曾报道了美国一胃癌家族11人摘胃的故事。1960年，美国格尔达·布拉德菲尔德女士因患胃癌去世，享年64岁。在接下来的46年时间里，这个家族先后有10人因同样的绝症或者疑似同样的绝症而失去生命。在布拉德菲尔德家族的18个孙子孙女中，戴维·艾伦已于2003年死于这种家族遗传病。此后不久，余下17人都接受了基因检测，结果表明他们中11人携带这种家族遗传性胃癌的突变基因。于是，在一番选择之后，全部选择切除胃部器官，通过小肠来消化食物。梅艳芳是很多中国乃至外国朋友人都喜欢的歌手和演员。在2003年，梅艳芳不幸因宫颈癌去世，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梅艳芳兄妹4人都是癌症患者。她的姐姐梅爱芳也是因为宫颈癌去世的，她哥哥梅德明咽喉癌去世，而他的大哥梅启明也被查出大肠癌。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胡杨曾经分享了现实接诊中遇到的一位患者家属，他家族中很多人罹患不同癌症，母亲是子宫内膜癌，母亲的父亲是肺癌，母亲的母亲患乳腺癌，母亲的2个弟弟和1个妹妹是肺癌，母亲的爷爷患肺癌，母亲的另一个弟弟患鼻咽癌。从癌症家族性聚集的现象到肿瘤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都证明癌症存在遗传现象。南方医科大学肿瘤中心主任、暨南大学附属复大肿瘤医院内科首席专家罗荣成2019年在中国科协平台科普中国上刊文表示，癌症本质上是一种基因病，原本在正常细胞中发挥重要生理作用的基因，在某些条件下，如病毒感染、化学致癌物或辐射作用等，被异常激活，转变为致癌基因，诱导细胞发生癌变。基因作为遗传的基本单位，确实可能导致某些癌症的遗传。不过，遗传过程本身非常复杂，不同癌症的遗传几率及遗传基础有很大区别。通俗讲，癌症遗传有别于普通遗传疾病，与爸爸得什么病，儿子就得什么病不同。癌症的遗传可能出现多人患不同癌症的现象，一个基因的致病突变可能导致多种癌症。例如乳腺癌，易感基因发生突变后，可能导致乳腺癌，还可能导致卵巢癌等。目前，人类对癌症的发生机制尚不完全了解，很多癌症的病因还不明确，
已被证明具有明显遗传倾向的癌症有30余种。罗荣成专家介绍，以下8种比较常见。1、乳腺癌。上世纪90年代，乳腺癌的易感基因被发现，但仅有5%到10%的乳腺癌与基因遗传有关。一般情况下，家族中母亲或姐妹一人患了乳腺癌，其女儿和姐妹患乳腺癌的几率比一般女性高3倍左右。预防建议：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烟酒，合理营养，保持健康体重，坚持锻炼，适时生育。母乳喂养，增加乳腺筛查，定期体检。2、卵巢癌。约20%到25%上皮性卵巢癌与遗传因素相关。乳腺癌、卵巢癌、结直肠癌等家族史都可能导致家族中女性成员的卵巢癌风险增加。预防建议：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作息，合理饮食，减少食用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加强体育锻炼。经遗传咨询及风险评估后，需接受遗传因素检测者尽早接受检测。携带有增加卵巢癌发病风险、致病变异或疑似致病变异的高危女性，完成生育后，于相应的年龄段预防性切除卵巢和输卵管。理论上可以让卵巢在一段时间内停止排卵的行为，都可以降低卵巢癌的发病风险，如避孕药、妊娠、哺乳等。因此鼓励适时生育、母乳喂养。经遗传咨询后，部分高危女性可选择短期内口服避孕药，以降低卵巢癌发病风险。育龄期的高危女性生育前与肿瘤遗传咨询医生及生殖医生共同讨论可能的遗传阻断方法。3、肠癌。家族性结肠息肉易发展成结直肠癌。如果父母患有因上述疾病导致的结直肠癌，其子女患上同类癌症的可能性高达50%。预防建议：坚持体育锻炼，避免肥胖，健康膳食，增加粗纤维、新鲜水果摄入，避免高脂高蛋白饮食。老年人可尝试服用低剂量阿司匹林，可能减少心脑血管疾病和肠癌发生的风险。具体使用需咨询医生。戒烟，避免其对消化道的长期毒性和炎性刺激。4、胃癌。在所有胃癌患者中，有明显家族聚集倾向的占10%。大量资料表明，家族肿瘤史，尤其是直系亲属的胃癌史，是胃癌的危险因素。胃癌患者亲属比其他人患胃癌的风险性高2到3倍。预防建议：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不暴饮暴食，根除幽门螺杆菌感染，减少食用生冷、辛辣、过热、过硬的食物及熏制、腌制等高盐食物。戒烟，少喝或不喝烈性酒，放松心情，合理减压。5、肺癌。日本一项调查显示，肺鳞状细胞癌患者中 35.8% 有家族史，肺泡细胞癌的女性患者中有家族史的为 58.3%。预防建议：戒烟，有职业暴露危险的人群应做好防护措施，注意避免室内空气污染，比如被动吸烟、明火燃煤取暖、接触油烟等。大气严重污染时，避免外出和锻炼。有呼吸系统疾病者要及时规范地进行治疗。6、子宫内膜癌。据统计，在所有子宫内膜癌患者中，约5%是由遗传性因素导致的。这些患者的发病年龄要比散发性子宫内膜癌患者平均年龄小10到20岁。预防建议：不要广泛或滥用雌激素保养品，提倡定期运动，避免过量油脂摄入。体内积存过多的脂肪也会增加雌激素的储存。要重视围绝经期的月经改变，绝经后阴道出血、排液立刻就医，莫迟疑。有高危因素者，定期去专科医院检查。7、胰腺癌。5%到10%的胰腺癌患者家族成员也有该病的病史。若多于1位直系亲属罹患该病，其患病几率会大幅增加，且常在50岁之前发病。预防建议：戒烟、控酒，提倡清淡、易消化、低脂肪饮食，多
多食禽类、鱼虾类食物，提倡食用十字花科蔬菜，如青菜、白菜、萝卜、西兰花等。提倡户外有氧活动，有胰管结石、导管内粘液乳头状瘤、核囊性腺瘤或其他胰腺良性病变患者应及时就医。8. 前列腺癌。如果一个直系亲属患前列腺癌，其本人患前列腺癌的风险会增加1倍。2个或2个以上直系亲属患前列腺癌，相对危险性会增至5到11倍。预防建议：避免吸烟、饮食等不良生活习惯，减少高动物脂肪的食物摄入，因为这些食物中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增加蔬菜水果摄入，避免过于辛辣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会造成前列腺的过度充血。日常生活中多饮水，勤解尿，避免憋尿、久坐不动，适度体育运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观友们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想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